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包括有一些要罢绿我的这一部分时间序大概已经差不多也已经到后面要收尾一些时间了。那今天有媒体报道出来，会不会真的到最后的数字是31-0呢？因为原民的那2席，那最后截止日期5月31已经过了。但是连件都没有送出去，表示这2席就不用再想了。接下来呢，那蓝营寄予厚望的，包括吴思瑶、吴佩益这2席，那一个是领衔人，到现在还不愿意出来；那另外一个地方是联署的份数，到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有一段差距。吴思瑶、吴佩益这2席截止日期这个礼拜6月7号，那这样是真的到最后，冠廷是真的会挂31-0了吗？会不会31-0我不知道，但是呢，国民党罢免民进党的15个立委有个共同特色。这共同特色就是这15个立委的每一个选区全部都涉入司法案件，死人联署的啦，伪造文书的啦，就无一例外哦，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是有例外的。所以现阶段当然很多人估这个状况，但我们就是谨慎以对了。一路现在下去就是531是2个原住民嘛，然后接下去台中的旗昌跟新存，然后吴思瑶、吴佩益，然后再来是新北的苏巧慧、张荣禄、吴其明，到王定宇、林俊宪。黄捷、许志杰、李坤城、陈俊宇，到6月底前全部会确定，到底是不是最后是31-0，这是第一点。可是南投的部分，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拿出来讨论啊。南投的真的很瞎啦，就南投的状况是，你没有发任何查验单的状况底下，南投的选委会直接就剔除了巨量的2阶的这个联署书，包含说。在这个第1选区的马文君，他们认为说，我应该剔除3817份，结果后来呢，中选会复查，把199份救回来。在第2选区的游浩，他们认为要剔除4020份，结果后来救回来508份。救回来是一件事，我完全尊重中选会跟地方选委会的现在他们的讲法。可是没有记任何查验的那样状况底下，你怎么能够判断剔除这么多？我认为这未来司法。要进一步的给大家一个真相啊！最近网络上很多人在敲碗说啊，南投地检署啊，怎么没有动起来啊？等等，我觉得也不要这样给检察官压力，就是说检察官他一定有他办案的一个时程，可是这一题是未来一定要给社会大众知道的。连台中啊，你说什么严宽恒啊，还是说其他人啊，卢秀燕在执政，隔壁的台中都有寄查验单啊，南投怎么会没有寄查验单？0。然后就告诉大家说这些要剔除，这个未来也会有司法的一个问题。那第3个，我觉得这2天大家讨论最迫切的跟最急的当然就是双吴嘛，吴佩益跟吴思瑶。对，那今天有一个新的事情出来给大家看这最新的状况。这个案子呢是2月份的时候，当时罢免这个吴思瑶的案子，可是今天揭露的一个公文，当时台北市选委会呢发文给中选会，然后呢最重要是看最下面这一点。就是说呢，本会呢，领取的这个吴思瑶罢免案的名册中有142人所载的罢免人姓名不合，不列入收件数。不是啊，罢免吴思瑶的团体，你们真的会不会太扯了？对，观众朋友没听错，142人与罢免人的姓名不合，我翻译成白话就是送给这个选委会的这一堆这一阶段的这个联署书。1阶的联署书有142件说要罢免吴思瑶，可是名字根本不是写吴思瑶，你们在干嘛？142个联署书，你连看都没看，名字都写错。我讲名字不是我什么，我要联署谁，我的名字写错。你要罢免吴思瑶都写错。我想考试要考0分已经很难了，这是考负分啊。就国民党的青年军考负分啊，这在干嘛？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比照之前赖以任不是之前说那个1阶段联署因为换领衔人，然后其中有。700件，然后有问题，那个700件我不讨论，我讲是22件，22件重复，你知道一个人做事情不认真可以到这种程度，名字不是吴思瑶的，送吴思瑶，22份重复，然后你连检查都没检查，那这些事情最后当然都会变成相骂本哈。但是现在很明显，他们2边大家已经互相爱推了嘛。今天另外一件就是在吴佩益这边，李孝亮就出来了嘛，然后今天有非常。盛大的国际记者会嘛，就是我们的那个议长，然后陪着这个台北市的议长陪着就是钟小平然后出来送件了，然后大家都在比说谁不能最后嘛，之前有人送820件，小平哥今天送1000多件，1049，对，那大概还差
看起来差1万份嘛吼。然后呢，李孝亮就讲说，哎呀，我们希望啊，那个后面的钟小平啊，能够把4800份赶快转成2阶联署书。这个我们大家等着看。4800份是什么？是之前小平哥自己讲说有一队叫 C 队。这一队呢 ，C 队是他 ，C 队有一个4800人的一堆联署，第一阶，对。可是这一堆后来看起来没送嘛，那这一些有没有可能直接转换成2阶？看起来不行，可是剩下5天，你要怎么把4000多份，然后瞬间找到他们，然后转成2阶的联署，搞不好有奇招，搞不好明天小平哥又出来，因为小平哥常出奇招嘛，突然从背后拿出来，4000多分在这里，不然我是觉得应该几率不高啦，我们等着看哈。对了，因为小平媒体上访问的时候讲说，想办法把1阶那一定要转换成2阶啊，意思是说。也许你比较方便，是可以按图索骥啦，就是有这些人嘛，你去问他，你愿不愿意要当2阶、1阶联署书，1阶是提议书，2阶联署，然后你愿不愿意这样转？可是博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讲，对蓝营来，你也讲过，对蓝营来说，如果真的2阶如果还是31-0的话，那真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然，有人换一个角度比较乐观的说了，那就不用再分神去，包括要去罢别人了，那就全力回来反罢吧。这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可是这毕竟来讲，前面那士气一再受挫也不好啊。我今天想要轻松一点的角度来，不要太到严肃了。我觉得人要往前看呐。对，之前如果有些做不好的，翻页，也不能说翻页啦，要汲取教训，好不好？对，汲取教训啦。是啊，因为2阶，说实话，以目前看起来，的确你说剩下的蓝营这边要不要破蛋？感觉起来是有一点辛苦的。你说吴沛憶的状况是还差了大概1万份左右，1万份左右。这个，那他到6月7号这个礼拜6份数有一点多，那吴思瑶的状况是被捕领衔人这个没有补上来。对，那现在继续在送件，虽然他现在去申请这个所谓的假处分，对，但到底能不能过？我个人觉得机会恐怕也不是不高了，对，觉得不高。所以双吴可能最后结果都会无法通过2阶，这个是必须要心理预期的啦。那接下来我只能说，给我们在野党或者蓝营的支持者一个3阶愿意出来投票的热情跟目标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OK， 因为一进入3阶完之后，原则上就没什么好讨论了嘛，就跟选举一样，而且是自己跟自己选，喜欢的人跟讨厌自己的人来做一个 PK， 看谁的票多嘛。所以结果一定是如此。那怎么样呢？让在3阶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立法委员能够在整体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了。当然，目前有人可能是建议说，是不是要针对赖政府的状况，或者是哪一个人的状况来做一个主轴，让所有大家能够有一个能够一同前进的目标。我觉得这必须要考虑了，这真的必须要考虑，因为以目前看起来，我真的每次上节目我都讲一样的话，就是1、2阶段，我觉得国民党的处理的状况真的是不好。对，这个直接讲，真的状况很多啊。现在我知道，蓝营的就是在区域的立委，其实每一个立委都有各自的做法，就是他不管是地方上跑行程，或者是他跟地方上接触、办活动等等，都有在做。但目前看起来，感觉起来好像地方跟中央那个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频率还没有非常的够了。我觉得进入3阶之前已经过了，老实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了。你怎么样重新的找回我们支持者的热情，以及他们对于蓝营立委的支持？我觉得才是接下来党中央必须要考虑的方向。所以你现在在地方上跑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出来你们的支持者对于这件事情，你刚刚讲，其实找回热情很重要嘛。对，现在看起来大家应该是一片低迷的那种感觉。要找回热情，你现在感受得出来他们对于这个要反罢的那种感受？我讲一下，大家都知道我的选区是比较蓝的，对，大安跟文山都是比较蓝的，所以我通常听到是他对于我们党中央，我先讲蓝营的支持者啦，好吧，不要瞎阵营的不讨论。蓝营的支持者听到目前的联署状况，原则上对于党中央的批评是有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出来支持蓝营的立法委员，因为他们态度是如此。但问题是，这已经是我比较深蓝的选区是这种结果了，而且我们的基数算够大，必须要讲句实话，因为这基本盘就是比较多嘛。但你碰到其他的选区，那个基本盘差不多的，是那最后还能否吹出来这些人的投票率，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我只能讲，这个党中央跟地方上要在更多的联系跟沟通啦，就是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也很在意这个事情，但对于地方上而言，是否真的能够接受到他们的期待，或者是步骤跟对策，我觉得目前我觉得还有加强的空间啦。那只能说接下来投票的时间
不晓得科技的民众都讲7月26准不准？我不知道，对，7月26、823，对，我不晓得准不准啦。但原则上看起来应该还有将近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怎么样唤起支持者的热情，绝对会是现在国民党，包括就算是要联合民众党也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到最后，就算大部分的民众不赞成大罢免，但是他没有热情出来投下那张不愿意罢免的票，或者是反对罢免的票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4大公投的结果，大家已经历历在目。4大公投不要忘了，4大公投开始的时候，蓝营是占优势的，对，而且很占优势那种。对，然后中间还记得吗？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中间延了一次，对本来在8月，对，后来延到大概年底左右，投出来以后，结果完全翻盘。没错，就是说想法跟最后有没有办法化为实际投票的动作，那个是有很大段落差的。怎么样让这个落差变小？我觉得赶快努力吧。那地方上的立委、民意代表，我相信都非常的努力了。那党中央接下来要看怎么样能够做些统合的一些策略方向，包括办大型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方向，让大家能够一致的前行。包括办大型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方向，让大家能够一致的前行。我觉得不只是民意代表来看，我们的支持者也在期待当中。OK， 其实这整个过程，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假设最后数字是31-0的话，其实我相信罢团，也不会因此会感到开心或什么，因为2阶跟3阶大家都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些状况。那但是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来讲的话，那博宇刚刚也讲，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怎么可能？第一阶那时候讲到31-0，大家就35-0的时候，那怎么可能会搞成这样子？现在31-0，好，来将军，国民党出身的，问几个。第一个，罢绿，因为本来是陈英跟吴丽华，还记得吗？是党中央直接点名的，最容易过关的。对，是不是讲最容易过的嘛？因为大家把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不管是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那个委员数是蓝营远大过绿营的人数，你从这个去估算也知道。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央直接讲？点名这2席，结果这2席连送都没送。好，那不要讲刚才冠廷刚拿的那个，还有140几份，根本连被罢免的人名字都不一样。然后接下来呢，这过程当中，博弈刚讲的那段，你可以想象，蓝营的支持者他会骂党中央，但是他还是会去支持蓝营的委员，因为那是你们大家怎么会把整个战略搞成这样？这句话最经典的会不会出自张克进？张克进是罢吴4摇的领先人，那现在不知道隐居在哪里，因为大家都找不到，现在还一直想办法要找他，因为到这个礼拜以前如果找不到他，如果要是明天开庭，那跟高级行政法院想要说是不是能够不要有领先人也可以，如果这个也不通，这席也挂。而张克进在这里面直接点名党中央，再讲精准一点，他不只点名党中央，他就直接点名了朱立伦主席，所以对国民党或是蓝营的很多支持者，党中央跟委员是可以分开的。我再怎么样骂你，那整个过程不利，可是我还是不忍心看到蓝委那这样子被全部罢掉或什么，所以这2个是会被分开看的吗？分开。我先讲哦，其实国民党从他们的政策说以罢免民进党的原住民立委为首要的一个所谓的箭头指标，他就认为以我们国民党在原住民的席次，因为原住民不是像一般选区2个人 PK 的哦，他是排名的，他认为说我们的票足以罢掉这2位民进党的原住民立委，理论上讲是，所以当时朱立伦也没有说不好啊，他也是说主推啊。那现在第一个等于说2阶段停摆的就是这2位嘛，因为连送都没有送，已经过时间了，过期了嘛，31号最后期限你没送嘛，没送就过期，过期就失败。那通常你主推这个政策的人，至少出来有个态度。那是不是党中央推的？党中央不是朱立伦就是主发会，要出来跟所有这个国民党支持者有个态度嘛。我们革命尚未成功，我们现在全力放到这个李孝亮跟赖以任这个地方来罢，没有态度。将军他们有一个说辞了，是讲说没有办法，那还是回到了民进党政府司法迫害或什么，因为屏东当党部整个被收被什么以后，就没有人还可以再继续罢这2席了，所以就停摆了，那也只能认，再把它回推到回推到冠廷他们头上就对了。一个全路打3次，人家就看清了全路了嘛。你不用出来这样讲，我都猜到你要这样讲因为那个司法迫害，所以大家都不敢站出来了，所以失败了。一句话。
那个142件吴思瑶的名字都写错，自己潦草，自己潦草，应该不是，就是要罢免吴思瑶的，不是送吴思瑶的名字，这个怪我们，对吗？没有，这也难怪啊，因为罢吴氏其实刚开始要罢哪个吴，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吴佩益的送错，对，是不是把吴佩益的夹到吴思瑶里面？吴思瑶夹了不知道哈，因为他们当时罢吴氏其实感情太好，还是自己潦草好了，对，这也不行，送错也还是自己潦草，好不好？送错也不好，送错也不行的，也是不行，这就是送错了。不管是看不懂还是写错就送错。那么你说党中央有没有一个态度？这就是轻率嘛。10天光是台南讲了3000加3000，6000份，你10天要搞出来，那他除了抄还能干什么？他只能抄了嘛。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个地方政策就错了。然后到了现在，因为到了2阶，他们刚开始也认为说好啊，2阶35个，看看2阶能不能一半过。所以当时我们在猜嘛，会不会15个？或是想不到过了就31个中箭。所以现在脸挂不住了，面子挂不住，可是面子挂不住怎么办呢？找战犯。你们要谢谢有张克进这号人物如果今天没有张克进这号人物，你们战犯找谁啊？所以意思说都是因为张克进你不出来，对，所以才我们罢姚这一块没办法过，就是等于说内外交忧啊哈，外面有民进党的那个司法不断的对你打，里面还有这个张克进这种人知难而退，自己先落跑。不过现在媒体人不就讲了吗？连都讲出来了，连讲出来他是你的同志这个人当时出来领衔要罢免吴思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说他的？这是老经验的，有 gas 的，愿意出来承担。现在变了，为什么？因为他讲朱立伦不好啊。这些保朱派的全部都出来骂他。各位这样对吗？这样对吗？这个人无论如何是你国民党的资深党员，还在台北市当过当地区党部的常委，当了好几届。人家只是因为认为这样子不妥，我退出来了。各位。如果换成你是这个年纪，然后被叫进这个检方那边去，那给你看了一大堆，你看哇，怎么这样干？媒体上面写说张克进去，包括看到的资料里面，我这个我是看媒体上面描述的，说有包括他已故的母亲，都在上面，对，然后的签名都在上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学教育的，他不太应该。如果是有这样，当然他有讲，不管哪一个阵营都不应该有所谓的违法抄啦，或是伪造这些，所以他开始产生质疑。他媒体上有报道这一段，我不知道单纯这一段或者有其他。可是将军刚讲那段就是说，再怎么样，大家本来是同志，是现在即便大家是走了歧路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刚才讲那个词骂出来这么重的一些，不应该，真的不应该，因为你当张克进，我就讲乞丐都有3个朋友嘛，张克进没有一票死忠的吗？也有一票好朋友嘛。他当过常委，常委是选出来的，国民党常委是投票选出来的。那你认为这些支持张克进会讲什么？哇，当时你不说他很好吗？还说他是老英雄，怎么现在变了？各位，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保某些人，其实摆明就是在保朱立伦。因为从罢免，从青鸟到1阶段到2阶段，其实真正政策荒腔走板、毫无指示、整个指挥失灵的，就朱立伦嘛。那可是一群朱立伦的支持者，或者他的这些他的这些交好的朋友，全部都开始，只要谁批评朱立伦，我就打谁。那我就讲，为什么我刚刚说你们感谢有个张克进，他让你们这个2阶段罢免全面崩溃，有了一个战犯。否则这个全部要掉朱立伦头上。那可是我讲斗张克进有用吗？张克进根本躲起来了，他在声明书4章里面就写得清楚。而且他一开始的声明书不是这一份，不是只有1张，对嘛？只有1张嘛，那是收敛版，人家有4张，对，那收敛版。可是我跟你讲，他那4张声明书都有盖骑缝章的，他有盖骑缝章，就是你不要给我断章取义，所以里面写得很清楚。其实里面我看来张克进对于朱立伦的领导是很不满意的。那这只是因为一个张克进吗？各位，不是只有一个张克进对朱立伦不满意。是很多国民党的深蓝党员对朱立伦是有意见的。那你为了要压一个张克进，把他压下去，你认为那些跟张克进一样想法的人不会冒出来吗？你压了一个张克进，冒出来的人会一堆。我不是说收压你把他的气势压下去，冒出来的更多的张克进，这对国民党的3阶段有帮助吗？如果连像张克进这样的深蓝党员他都不玩了，那你这第3阶段很难搞而且况且有很多现在开始有些风声出来说。其实换掉他们也不是坏事。即使像徐小新这样的蓝委被罢免了，再选出来的还是蓝的。那你想想看，对于深蓝、对于蓝营的支持者，
徐小新下台，换了另外一个国民党上来，有什么坏处？如果像刚才将军讲这样的话，任俊，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跟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天差地别。那现在对国民党所有的委员来讲的话，刚博弈讲的说法就是找到热情，找到支持的热情，一定是用的方式，一定是不是敌人都是朋友。但是现在看到很多的做法都是不是朋友的都变敌人。那怎么会有人3阶要这样搞呢？而且，好了，你刚刚讲南投，就是马文君也不要在2阶还在补建的时候加一个福寿螺，就是你跟李佩长那时候一样，都急什么呢？就是急着要把自己送上列车，大家跟同志们甘苦与共，只是要这样吗？可是你如果真的回头看，对，那难道现在点名都是要骂党中央吗？就只是还是在找战犯？现在所有人在看的都是这些吗？我先套用一句这个国民党在青年里面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这就是熟悉的国民党，好吧？这不是他一人讲的。你外斗就不行嘛。你真的能内斗内行，对你真的能斗的话，也不会搞到罢免搞成这样。老实讲，你要罢免绿委或绿议员根本不需要到斗的阶段，你就好好的把你的组织弄一弄，这是国民党最长期以来最引以骄傲的组织嘛。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组织是崩盘的。地方组织是崩盘，不是党中央。之前讲说朱立伦什么党不出令不出党中央，看起来有没有出党中央已经不重要，是你的地方组织盘在这一次里面，因为我们现在谈的罢免并不是超高的门槛，就是那个所谓的1%跟10%。那我想在座的大家也都同意包括国民党朋友其实也都知道，就是说我真的议员要动，我有这么难吗？结果你看，陆陆续续搞到今天为止，所以你说是不是？我把这个国民党现在希望能够吹起支持者的热情那个热情其实老实讲都是建立在仇恨上啊。我对仇恨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形塑一个敌人嘛。像之前把曹新成弄上来嘛，大家也就讨论过，就是你弄一个曹新成的意义在哪？他也不是政治人物，对不对？他即使说他愿意去资助那些霸团，那也是他的自由。但你硬要把他拉到擂台上，那后来发现到曹新成这一桩没什么用的时候，就拉什么拉赖清德，然后就把赖清德这往上拉。你拉了这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国民党那个仇恨确实产生了，可是仇恨不是对外他那个仇恨值是对内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这一些说，陆陆续续出的状况说实话，这些状况哪一个是绿营去帮你弄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谈论是包含冠廷刚刚讲到说校正回归那个老实讲，那个各自争议了但是连罢免的那个，就是你连罢免谁名字都可以搞错，被罢免人的名字。那我也讲实话，那你要怎么解读这一章嘛？所以你光看就是说这个仇恨值它的累积，其实老实讲你要对绿可以营造仇恨值，但如果你的仇恨值在自己党内的时候，其实那个很可怕的是，它会让你的那个热情逐渐的消退，就那个仇恨值越来越高，因为它会先变成失望嘛，它开始也会先变得难过啦，说怎么搞成这样，到最后就失望了，就说我今天就算我今天罢掉这些，换你们这些人上来，我老实讲，那是我喜欢的政治嘛，即使他喜欢这个政党，所以我讲说，当国民党出包的都是自己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作为解释？那任俊，因为很难想象国民党，包括我们就讲吴佩仪这一期小平今天交出来的是1049分，钟小平是，而且党中央不是3令5申的，是一个议员交5000份，对不对？怎么会连小平当然小平就讲说后来1阶的，那他想办法去能不能转换成2阶，那有4000多份。那其他的另外一个议员说交了800多份，还有一位还没交出来，只是李孝亮说应该郭昭也应该会交出来。小平哥现在是该区议员交最多的，你还怪他？对，他是交最多。对，这就是任俊，这就是你说组织崩盘的看得出来的一个端倪吗？不，因为你很难想象，就是党中央已经下令了。是啊，而且我们现在在谈的不是一个国民党的大罢免的反制行动，就是国民党基本上是点名的。我2席原民的立委，这是朱立伦点名的嘛？是。然后那个罢双吴也是你党中央点名的嘛？但看起来党中央只负责点名。而且我们现在在谈的不是一个国民党的大罢免的反制行动，就是国民党基本上是点名的。我2席原民的立委，这是朱立伦点名的嘛？
然后那个罢双无也是你党中央点名的嘛，但看起来党中央只负责点名，他只负责点餐，今天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啊，至于菜怎么做出来他不管，他就在那里敲完等着要吃，然后现在发现这中间厨师料理的过程也出错了，然后他们就装作没看见，没关系，我们就继续等，大家赶快来吃，赶快来吃。我跟你讲，你今天已经不是画一个大饼了啊，而是这个饼你现在在自己党内就发现到你那个饼已经酸了，已经臭掉了。然后国民党还有一些人死抱着不放。钟小平，我讲实话，钟小平很早就开始这个注虾啦，也就开始注黄金啊，你知道？他直接跟你讲，那个里长啊，他根本就摆明就挺人家。对，那然后呢？然后我其实很早我就讲过，你会看国民党那些老议员，谁在这个罢免阶段谁要跟你动啊？所以你说他的组织应该或者这样讲啊。就党机器能够掌握的组织看起来是有问题的，最明显的还包含到原民的那一块，因为有一位国民党敢讲真话的人叫卢宪一，他在某直播节目里面3月份嘛，直接公开讲，哎呦，党中央还说2月那个过年不会给我们为难，结果哇，咱2000几分上1000分出来，啊，那1000分有问题啊嘞。那个才是党中央开始要做哦。我们现在提到的这是2个原民立委，还有包含到罢双无，都还没有进入到司法调查阶段，而他们继续还要冲，所以他呈现另外一个状况。好，我明讲好了啦。我听到国民党议员朋友他是这样形容的啦啊，他说我在这几区里面，所有帮人家抬轿的，全部都是抬到了李孝亮跟所谓的这个赖以任的身上。那这2个人拼命被抬轿的结果，居然看到的是赖以任很开心的跟着民众党党主席在那边，哎呦，好高兴啊，好棒哦！然后回来骂国民党，讲说，哦，这就是熟悉的国民党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廖北亚跟贝古仔的差异哦，就。其实我讲说这2个是相伴，有时候会在一起啊，不违背。对，根本不违背。等一下有人要帮观众解释一下廖北亚跟北古仔到底差别在哪？还有人特别去找那个 ChatGPT， 对，就赶快去 Google 一下啊。简单说了啊，廖北亚基本上就是我还在这里。但是我对有些事情你讲的时候，我就和盘托出，然后被讲出来你就没送嘛啊。被古仔基本上也是已经要离开了，就是我已经就是本来跟你在一起，我不要我离开啊。但是通常被古仔跟廖北亚会结合在一起，因为离开完了之后他会去跟别人效忠嘛，所以让很多东西都讲出来这样。但那不重要，重点是，请问一个大罢免行动到最后我们所有讨论居然都是这些，我不能讲滴滴答答的小事，但是讨论的这些枝枝节节。我就不要讲说我们在座了啊，因为我们在座基本上政治立场各自有相异嘛。我不要问所有人，我就问，就是说像国民党的朋友，如果你们看到整个推动的大罢免的情形，居然在讨论是你们内部这种奇怪的，我觉得你会感到伤心，还是觉得无所谓，还是你会觉得很开心？我相信后面2个答案我自动先把它删掉嘛。也就是当你今天去你的政治人物去面对到你其他支持者之后，其他支持者一定也会问，你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个才是你接下来，我其实觉得国民党现在要面对已经跟罢免这件事情，老实讲，我觉得罢免的这件事情，不管是要被罢或者是要罢人家，国民党已经玩完了啦。你有什么力量去推下？没去罢人家，我觉得可能玩完了。被罢不能玩完了，玩完了，国民党这么多席全部都挂了，不是啊？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全力去反罢这一块。那问题就回来了。国民党当时在反制罢免的情形，它是推动以罢制罢，这2个是相联动的嘛？那这一块已经挂掉了嘛？那你挂掉，你如何？你本来希望从别的选区把力量拉过来这个选区哦，这个选区都已经没了，你就回到原始的要被罢的选区，就出现你刚刚讲的马文君那种情况。马文君今天被问到说，你怎么会用福寿螺这种东西来形容罢团呢？你知道马文君怎么回答吗？欢迎大家关心南投的生态。不是，所以南投有很多福寿螺。他说欢迎大家来继续关心南投的生态发展。不是这个，我要讲啊。你看国民党几个这个言论，其实那一天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我就讲说，这种荒腔走板言论一定会越来越多啦。为什么？因为反正他要激起的就是自己支持者的那一块。可是我就讲，你或许在这个地区里面可以激起你的支持者。可是，在别的地区，不是每一个国民党的人都想玩这一招啊。任俊刚才就叫那一部分博弈，第一个就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对看到这个自己心里会不会有点难过？最后这些状况，当然有一点很重要，从这次连署2阶是10%，如果份数都这么哩哩啦啦，这些对国民党来讲算不算组织崩盘？因为对国民党来讲，组织一向是强项，3阶凭良心讲，国民党还是要打组织。组织真的崩盘吗？我老讲，我觉得组织没有崩盘啦，就是支持者原则上在，
但问题是支持者的热情很明显的在下滑。有啊，那这个过程当中，老实讲，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那当然是民众认为整个过程当中，国民党都在干嘛？这个非常重要了。所以刚刚讲了，就任军哥讲没有错啊。我们一开始打的是以霸制霸嘛，当然现在就不如预期了。那不如预期，接下来变成各个立委变成各自作战。那各自作战到底对整个战局有没有帮助？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才说党中央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啦，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往前走。要不然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每个立委一定是根据他自己选区的情况来做努力嘛。但是这种状况会不会被拿来操作，或者是对别的选区会不会反而是反效果？我觉得党中央现在要赶快来确认这个问题了。OK， 我整个大军往前走，态度是要一致的，而不是大家散出去，各自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当然，各自散出去，也许每一个立委有他自己的盘算跟打算，但问题是对整个党的形象而言，我觉得是伤害了。我呼应一下刚刚任俊讲，为什么任俊刚刚说哈，以霸制霸结束以后，后面第3阶段国民党不好打。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霸制霸是最好的防御叫攻击。我如果有15个民进党立委也成案被罢免，我就去咬你，去盯你，你必须要回防。你一票民进党中央的人，或是有知名度人会去回防这些区域，他就没有空过来帮忙把团，来做宣传。可是如果你15席全挂了，而且挂的这么难看，蛋呢，零呢？将军不用再强调了，我们都知道。零对，很难听嘛，很难听是零。那这个时候，民进党里面所有知名度、有声量的这些立委啊，这些政治人物，我全部都投入这30几个霸团里面去帮你拼、帮你打。你国民党叫什么？叫贝多利分。你到处都在防守。我今天我帮忙防守这个徐小青的，明天他去打罗智强，后天跑去拼王宏威。他这群人是开始全面的全国开花这种打法，你国民党防不胜防嘛。所以我才说你以霸制霸的这个策略，当你失败的时候，输的不只是士气哦，你连未来的整个战略布局全输。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来，慧珍，每日一词，除了这个以外，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对，最近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刚刚有来宾有讲到，大家现在开始在抓战犯了吗？是。为什么有讲到谁是廖北亚？到底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连思刚在上礼拜的时候有到地检署嘛？然后讲思刚为什么他会到地检署呢？就最近大家媒体上，而且你们知道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在讨论这一块，或是老是有人会爆料，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样？是啊，先从最简单的思刚哥为什么到地检署，一个好心好雷金嘛，就是有人要叫他联署，他说啊，那好，听说你那边有份，说啊，我这边之前有啊，就拿去了，但是怎么用哦？这个啊，到底是不是赖以任本人跟他争取的？不知道哦，就是反正总之那个思刚哥他的意思是说啊，就有霸团的人希望就是说，哎，可以给一些协助，所以我们有名单，我们就给他协助，但是后面怎么使用这个部分他不是很清楚。那赖以任呢，他就是自己在脸书上写了一个不好不坏，就是到北检配合调查，原因当然是因为议员的3000份。其实我跟你讲，他这种写作方式，我当过记者，我看你写文章写成这样，还想选议员？然后调查中已经完整说明来龙去脉，静待结果出炉。这3000份谁主动给？怎么用？如何用？又是交给谁？反正对话记录都在我4月14号当天被查扣的手机中啊，都是你呀，不是吗？就是你。至于简书培连证据都没有看到，就在那边乱喷，指控我是抄袭，我也懒得跟你说。那他这样的意思，我自己从这个推估，应该是说，哦，你的手机里面有所有相关的资讯，这个资讯呢，你也交给了检调，那你自己本身没有抄袭啊，但是那所以你是出一张嘴叫别人抄嘛，是不是？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会把所谓的廖北亚进入到下一个说文解字每日一词，突然出现了这个什么廖北亚的这个说法哦。那然后我觉得，因为他说那个邱明有在媒体上面讲说他是不是廖北亚啊什么的，对，我有看到他在媒体上面对镜头说，邱明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廖北亚，什么是鬼棍的？对，廖北亚来什么是廖北亚，什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我先来那个还原一下赖以任的说法，他的说法是邱可能不知道廖北亚的意思。廖北亚的意思就是当事人有做了这件事情，而我知道之后又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那所以呢，难道邱的意思跟逻辑是说，真的伪造文书的人是黄吕锦如吗？
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那所以呢，难道邱的意思跟逻辑是说，真的伪造文书的人是黄吕锦如吗？那如果你是这样假设的话，那捅出来的人真的是你吗？对不对？这是大家的疑问嘛，对不对？再来，案件还在侦查当中，也没办法多说。等到侦查终结之后，所有证据摊开来，大家笔录口供也会知道。那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这个什么被北棍嘛，就是开始讲北棍嘛。那所以大家解释说，所以意思是赖以任不想要当廖北亚，他比较想当北棍吗？哦，这就有趣了。所以我们就把赖以任的廖北亚跟北棍这两个的词哦，这个 ChatGPT 告诉我们的哈。第一个什么叫廖北亚？就是向权力或上级通报出卖自己人啊、自己人啊，常见于告密、检举啊、提供不利的情报等等啊。那行为特征就是组织内部的资料向外通报，通常是向上，例如老板、政府跟警方啊。简单来讲，你原本是一份子，也就是这个团体的里面的一份子，那你为了一些某某的原因，把这个东西向外揭露。那在这个案子里面看起来应该是向警方或检方相关的揭露了哈。那至于呢，他非常坚持说什么廖北亚不是，这个北棍的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北棍的。这是指呢。叛变原本的理念、伙伴派系强调信仰价值立场的便捷行为通常为政治或信仰上的倒戈或转向投靠敌对阵营倒戈叛变。哎呦所以他的意思说，我绝对不会是廖北亚，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是北棍的意思吗？所以大家就最近一直把它播放他跟那个黄国昌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嘛。那这个意思是说，但是我必须就这个画面嘛。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廖北亚，但是你有可能会是北棍吗？在政治立场上跟其他人站在一起啊。但是我必须要跟赖以任强调一下这个廖北亚跟北棍其实没有相互性没有排斥性你可以同时是廖北亚，又同时是北棍你也可以先是廖北亚，再成为北棍或是先是北棍再变成廖北亚，对啊，或是北棍的廖北亚，对啊，都是廖北亚乱了，完全乱了，这没有乱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你有可能是在你的理念上已经先不认同了你自己的组织所以呢，你已经萌起了廖北亚的一个行为模式所以呢，你可能先向敌营说，我跟你讲，我现在虽然什么身在曹营心在岸，对我现在这里，可是没有关系，你等我把这边歼灭之后，我马上投靠你。哎呦，对不对？投名状，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先当廖北亚，当了之后就是把这个几月几号刚刚讲几月几号的那个讯息都给了怎么剪掉之后呢？这里。他先把4月14号当天查扣的一个手机先交了出去之后，后来敌营的人就马上来跟你哎呀，既然你在那个组织里面已经容不下你了，既然你都已经这样子勇于举报你自己的人了，你可来我们跟你张开双手来欢迎你，所以你就会从廖北亚马上会变成北棍然后同时进行廖北亚的行为，所以对不对？不排斥嘛，但不管怎么样。简单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赖以任会让人家觉得你现在所有的举措，还有你自己现在媒体报道他在里面的一个气焰嚣张好像痛斥一些相关的单位你们怎么交出来的东西无锡郎你们交出来的东西有死人但是交出来的东西有死人之后，然后大家问说，那所以这个跟联署的你不是召集人吗？你应该要负责吗？没有，我从来没有刚刚不是讲吗？我没有，如果简淑培连证就没看到了，就不跟我抄袭，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你是这里面的召集人，因为他不是领衔人，对他也不是送件，都不是，他就是召集人，他是一个召集人，对，就很着急但是你享有了所有的媒体光环一天到晚大家都在来访问你，然后看起来也像是明日之星就是不管是哪个阵营应该看起来这个2020年的议员选举你应该不会缺席。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那个鼻孔向上，然后就告诉把以前的你们那些长辈什么黄复兴党什么党部的什么的，就开始要痛斥一顿。你交出来的东西里面有死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只负责张开嘴骂人，却不挽起手腕来做事。我觉得国民党里面的人怎么可能会，对不对？这就形成你说他这个情况下去，他还有可能披着蓝营的战袍来选议员吗？不可能嘛。不过如果照刚才慧珍讲这一段一路往下发展的结果，范老师，那你觉得好？第一个啦，这看起来整个罢免，最后数字2届过3届大概就是这个样。
然后但是很明显的，白银现在的力量对于蓝营来讲非常的重要。不管你说赖以任是不是有靠着黄国昌旁边，那个罗廷伟也有靠在不是靠而已哦，罗廷还哭倒在那个，想哭就到我怀里，是不是？还有这样子哦。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不管未来你会在哪个阵营啦，但现在最起码黄国昌白银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很重要啊，而且赖以任看起来他没有松手啊，联署继续，对，明天去打行政诉讼，然后这边联署一路往下，你看展现出来就年轻人不放弃啊。这个目前看起来蓝营要罢免这个民进党的15席，大概唯一的一个机会应该就是吴沛忆了。那我们知道他最后的这个截止日啊 ，D day 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啊，礼拜六。那距离现在在5天嘛，那我这个发挥了这个诸葛亮啊，他会看星象，要判断天气啊。我掐手一算，你是诸葛亮吗？这个礼拜台北市都在下雨，明天台北市的降雨率是85%，后天是80%，礼拜4的话呢是65%，礼拜5、礼拜6都40%以上。所以天气是不利于罢免的，所以我觉得以天候来讲啊，这个吴沛忆应该通过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我看就是不会被就这个2阶段不会过，对，我觉得因为天候没有帮忙嘛，不是，而且份数差1万份，对，还5天，等于一天要连2000份。小平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讲到，他现在连到每一户去敲门按门铃，然后问人家，你看他这样子才连了1049。那你说5天要连1万，对，几率不高啦。而且我看那个李逍遥也蛮混的啦。那下大雨他不太会去做联署的，而且联署他披个雨也站在那啊。对啊，可是一个人不够啊，你要到处都有点才行啊，一个点哪里够？对啊，你看刚刚讲说那个钟小平不是说他一阶有4800份吗？对，你这个时候应该干嘛？全党动员起来，去把这4800份全部找出来，转成2阶啊。是不是朱一伦应该带头来做这个事情？全家去问，每一个去问，全党中央动员，挨家挨户去拜访，只是怕的是那4800份，搞不好也是死亡联署，找不到，只能去灵骨塔，没办法。但是你看当初花莲要罢傅昆萁，有出现4000份是只是格式不符而已哦。那时候我说完蛋了，傅昆萁绝对罢不掉，因为4000份很大，结果1-2个礼拜全部都找到了，而且重新 update， 重新更正。为什么？因为那4000份是扎扎实实的，一票一票去拿来的嘛，就他们可以找出那个源头，而且找到当时的联署人，请他然后那个联署人当然看到这些罢团志工这么努力，他们也很感动，他们就回复了嘛。所以为什么花莲的罢团能，国民党今天不能？而且在台北市首善之区，中正万华离你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车半小时就到啦，为什么动联不起来？所以我真的觉得啦，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这个国民党的联署大闹剧啊，终于会在这个礼拜6会结束。对啊，可是范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黄国昌主席他们白银反而对于这些好像最近琢磨很深，他也跑到士林北投去，然后也去跟着说要罢那个吴思瑶，然后他也到中正万华，也就是说黄国昌最近在这2区跑得非常勤啊，他还是打空战嘛，因为他知道有媒体会来关心嘛，对，你看他不是去跟什么赖以任合体，3分钟就跑了，他就是为了拍个影片嘛，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扎扎实实的陆战嘛，你应该是国民党的陆战来配合这个黄国昌的空战，这黄国昌来问导游啊，他就走，他只是为了一个他自己的声量，那我觉得国民党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这半年，朱立伦就是当初清朝末年的。这个叶明琛嘛，对不对？六部将军，对，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我觉得礼拜6是国民党的我叫解脱日啊，断舍离啦，终于可以解脱这段半年来的闹剧嘛。而且现在不只是闹剧，已变成惨剧甚至是悲剧我说一下，国民党目前有17个党工被羁押本来是场闹剧啊，死亡联署好笑就算，大家笑，现在变成惨剧悲剧这17个人，国民党也没帮他们聘律师现在就变成在看守所里面，没人问啊，你朱友仁好歹去带个会客餐去看一下吧，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好，那现在刚才这个我这个博弈说，我们现在就拼第3阶段，这叫什么？叫转进啊，那国民党在国共这些内战打输了，不断逃跑，他说好听叫转进，叫转进第3阶段。
问题是你第2阶段都打成这样31-0，你第3阶段有什么士气可言呢？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我们的先知啊，我们民进党主要到柯建铭啊，他已经预料啊，他说第3阶段应该是7月26号或8月23号。那我就看那个王宏威站出来讲啊，你是不是跟中选会啊什么暗通款曲啊泄密啊？我觉得王宏威你现在应该是关注在这个怎么样增加反罢免的票啊，你去质疑柯建铭干嘛啊？所以我觉得完全画错重点。那如果真的是如我们的柯建铭的先知是726或823，请问一下，这2个时间点都是在大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所以说大学生如果动员起来的话，那效果会不会出来？罢免会不会通过？范老师，你刚才讲后面那段，那我就觉得你是在讲正常的一般的政治语言，因为我本来以为你说，而且这2个时间。你去看看黄历，我以为你要把诸葛亮尽量在季选举，对你去看一下黄历，你去看一下那天不是，所以是大学生放假起来，对，所以年轻人的热情在那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被吹出来。对，我刚刚看了一下黄历，一罢免那823刚好是我们823炮战嘛，基本炮战，发挥我们的这个炮战的精神啊。所以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的，但是他们现在把立法院的会期延长了，到7月底。请问到7月底，如果立法院会期结束，立法委员没有保护伞，谢龙介会不会被约谈？苏清泉有没有可能被约谈？因为谢龙介是台南市主委，党部主委嘛，苏清泉是屏东台南有2个人被收押，然后苏清泉不分区域立委，他也是屏东县党部主委，对，屏东又1个人被收押，那现在为什么这案情都停住了呢？因为最主要这2个主委没办法约谈呢。那如果到7月底他们被约谈，那会不会案情又翻转？那会不会要有利于可能是7月底到或8月823的这个3阶投票？这会形成一个共办效应嘛？所以我也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赖以任他现在还想再继续弄？因为他们这场国民党的联署大闹剧，2个是最主要的男主角啊，一个就是李孝良跟赖以任如果到这个礼拜6结束了，戏收摊了，他们2个不是没戏可唱了吗？他们就谢谢收看啦，就他们要延续这个罢免的这样一个浪潮嘛，他们不想让这个剧停掉嘛。OK， 可是我觉得以他们现在这样弄下去，可能会引发是更多的一些惨况出来了。可能会引发是更多的一些惨况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好好扎扎实实的做这个基础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场这个罢免的戏暂时在这礼拜6结束，他们2个人去那个市议会当个助理啦，好好学习政治的运作嘛，扎根嘛，不然你什么都不懂，然后一时又本来没有参加，我们现在说什么乡镇运动会开始打起，然后参加县运动会，然后参加省运会。他参加全国运动会，他一下来打全国运动会，他过去没有那个经验啊，所以才会搞成今天错误百出，还死鸭子嘴硬，还在那边为自己辩护。我真的觉得啦，国民党的年轻人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在这里讲的话，过几个月、几年之后都会被检视。当然，我先讲啊，就是吴佩益这一区讲结论啊，就被罢的吴佩益比要罢他的团体还要认真，这是怎么一回事？吴佩益最近大街小巷在走啊，走啊，那另外一边呢，有看到他们在走吗？我至少很多人是没看到，就是2边比之下，你们有没有在认真做事？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是，运动要成功跟个人要成功，这有时候这2件事情，你重心是放在哪里？大家眼睛是亮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赖以任为什么要用尽一切的努力，告诉大家说，我们虽然没有领先人的，可是这场活动还没结束。我跟大家报告，他能得到什么东西？大家摊开讲真话了。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他要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继续联署，他能得到一个任何人要参选议员最珍贵的叫个资。我问一个问题我伯义都是民意代表。今天假如我们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我有3000个我的选区土城树林山下莺歌的民众的电话跟住址，对我来讲多好选，我可以打电话去拜票，我可以文宣到他家，我可以去拜访。我不是要说他一定这样做，可是我想不出更合理的理由啊。就这一堆资料，当然他也可以把它毁掉，干嘛？可是对他来讲，现在为什么已经不是我比起来，吴佩益你还可以讲说我冲联署数，对。
那个吴思瑶这个是连联署人都没有，然后他现在讲说哦，我们要等去高等，对，他明天看那高等监察法院呢。不是啊，我们现在在这里赌嘛，不，所有法界人有谁认为这个会过？那个法条白纸黑字写的，黄国昌你们自己改的，这没有什么好灰的。他每过一天会多收集到很多个资，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得到的东西。OK， 第二个得到的东西，得到的很难得，对任何一个要选举的人，全国的媒体全部聚焦在他身上。他已经不管说他这一些在骂绿的也好，骂蓝的也好，这一些事情最后他得罪党内的人，他也都不管了哦。所以我们大家为什么会怀疑说，他甚至假如未来有一天起诉书揭露了，他真的在里面把所有的真相都揭露，甚至连国民党人全部都是他咬出来，假如这为真，国民党不容于他。你看他跟黄国昌这个画面，你觉得以他的风格跟他的声量，民众党会不会收他？我在这里讲，我认为会。这完全就民众党要的人嘛。更何况他手上还有那一叠个资。对，所有民众最珍贵的。可是现在，如果前面已经吵得这么沸沸扬扬，会不会有人就讲说，那结束了，请大家就把它销毁？因为前面已经有，就是如果以前的资料如果被拿来用，现在大家对这样，包括霸团有讲说，那时候谢国良没有过，然后包括谢依凤没有过，是不是大家就去这件事？会不会有人就出来说，那过了？甚或国民党会不会里面也有人说，以后不可能再犯以前的错，所以那些没有过就把它消掉？我跟你讲的对啊，可是我们铁证就在前面嘛，才刚刚发生张思刚把4年前的联署书应该要销毁的拿出来用，说给党中央做什么情资分析，不对啊，我可以合理怀疑，我可以怀疑吧。今天就在以任把这个东西销毁在你面前，你有没有备份？没有，这是人性嘛。张思刚就在现在才刚刚发生这件事，国民党有这个前科啊。博弈，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白银现在对你们重要到什么地步？你们看着你们的，对了，你们同志，然后哭倒在这的，然后一起拜票，可是现在又不得不有那10%左右的支持啊，不得不啊，对啊，就真的不得不。你进入3阶之后，就套句大家最常听到的话，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啊。对啊，对啊，这还有什么好？就只有票多，这没得选择啦。所以你说蓝营的立委对于白银的态度友善，我觉得可以理解啦，这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啦，因为不管他到底仇恨值高不高，那是之后的事情啦。我现在直接放掉了，他跑对面去不是更惨？这一定是先吸进来嘛。但我必须要讲啦，对于白银的态度，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蓝营现在就是能够接纳、能够合作，尽量合作。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立委跟白银做合作。我已经可以预期，这可以想象。对，我已经可以预期会有这个结果了。我反而是回到自己党内，我建议啦，不管是党中央还是这些领先人什么的，都不要话太多了。我觉得很多都多了，都多了。对，因为这东西老讲，大家讲来讲去，说实话，谁知道真相？没有人知道真相，这还是最麻烦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真相，就会很多人去推测真相，到后来谁受伤？全部都受伤。包括可能连立法委员都受伤，所以赢到现在了，之前的很多对或错。我老讲，我觉得事后可以来检讨，但现在不是检讨的时间，还早，还有3阶段都还没有投啊。你现在检讨，能检讨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嘛？所以我觉得蓝营接下来的目标真的非常单纯了啦。你说老师刚讲没有错啊，你说蓝营现在气势好不好？当然不好嘛，这不用看了，气势不好嘛。但不好跟输，我觉得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啦。肖哥常讲嘛，可以输，但不能够溃嘛。对啊，现在是感觉起来。35-0输，而且这还不叫真的输，因为到最后目前的结果是31比0啦。到最后结果能否真的会有出现这种状况还不知道。但如果现在自己就乱掉了，那我觉得你说他们觉得3+5席很危险，这真的只有3+5席很危险吗？真的，这是事实啊。对啊，这是事实。不要真的以为只有3+5席。对，当你的支持者如果不出来投票的话，危险的绝对不会只有3+5啊，这非常重要啊。所以怎么样让之前的过错成为现在改善的一个方式跟方向？我觉得党中央真的是要想清楚啊。那地方上的民意代表，我说真的，其实能够做的都会尽量去配合啦。这个说实话，虽然不是我内区的，但是内区假设好了，立委被罢掉，你说对于我们接下来包括所有民意代表好看吗？你说上个节目被考试了50几分钟，对不对？对吧？这个好看吗？接下来不准考试，对，那是没得讨论啦。我们讲的是事实，没错嘛，是没错嘛，对，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反驳的，对啊，因为的确事实结果的确不好看，所以我觉得整个怎么样让支持者觉得这是一场能够拉回气势的选举，我觉得
所有的从政同仁，包括党中央到地方，都要能够好好想清楚了。我以刚刚讲的是，因为如果真的一路这样打下去，不是只有民意代表，包括立委这个席次，接下来2026来了，接下来2028，对，都如果哪一个立委被罢掉，在台北如果有立委被罢掉，对蒋万安的连任会不会有影响？会。如果卢秀燕未来会不会进逐大位，会不会接党主席这些？台中如果被罢掉了1个2个。对卢秀燕市长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影响？每个地方都会是这样了，只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觉悟？譬如说，任俊是那个3+5，媒体上出来说，国民党自己评估，我也不知道，这是说媒体说是国民党自己对，他说是国民党自己评估的嘛？对，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要松懈国民党的心防，还是要让他们知道有危险？国民党真的只有3+5，是这么危险的吗？不是，到底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状况外，还是这一些放话的党内人士状况外？朱立伦曾经讲过，不担心啊，怕什么？我觉得更危险，我觉得更危险，这个还好一点。你怎么急着跳出来？这个更危险，这先澄清一下。我们不反驳你，你急着反驳我。抱歉，这个我听得害怕。因为这个是朱立伦公开讲过的嘛啊。那立刻后来戴锡清也出来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甚至包含到您刚刚讲这个新的数字叫3+5嘛啊。在这个礼拜5的时候丢出来，叫做国民党内人士评估就是这个调的席次要压在5席，不要5席以上啊。那我讲实话，那意思是5席就可以，不要6嘛5 OK， 4可以，3可以，2可以，1可以。我们的国民党的立委一听，我的天哪，我们不是1席都不能少吗？哪一个党内人士给我出来放话，不是5席以上？啊，5席以上不用你讲，我们也知道危险啊，因为如果是6的话就要补选嘛，啊，如果补选，民进党拿掉6席，这5哥很早以前就算过了，需要你党内人士这时候补一枪吗？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所以我就讲啊，就说你今天讲那一些什么危险，因为他那个3+5是说3个很危险。最危险，对，非常危险，对，然后那5个是危险，对。那我请问大家会理解这种的差别在哪吗？对所有罢团来讲，其实国民党要发动罢免绿委的时候，对绿委来讲，我相信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危险。当然，谁会觉得就是说你罢给你罢啊？我怎么知道你们到最后搞得这么荒腔走板嘛？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我老实讲，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国民党组织啊？因为博弈都不好讲自己的组织怎么样嘛。我们讲，你可以随时反驳我愿意让你反驳就国民党的组织崩盘的可怕性在哪里？你知道吗？刚刚博弈有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希望这个10%嘛，对不对？那个在2阶的部分嘛可是你把2阶的部分寄望在民众党，不觉得很好笑吗？不是，他们寄望3阶不，因为你现在2阶就需要民众党了啦。2阶原则上已经过了，已经过了，不要再翻页了。你们2阶已经废了，我讲白一点，已经过了。如果按照政党得票比例上面来讲，2024年国民党跟民众党我直接给大家看国民党的得票是在35.58%。民众党在当时很骄傲说他们有22.07%了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说，你看我们有50%多的这个民意站在我这边。请问国民党那34.58%的那个时候，当时政党不分区票愿意投给你的，现在还有几个愿意起来挺国民党？就是你从1阶那个1%的哩哩啦啦，到2阶那10%还是哩哩啦啦啊？那你今天跟我说不行，我们要动员起来，我们讲，我再问一句，黄国昌现在拼命跑的场子叫做什么？叫做罢绿委。他有在跟你什么挺蓝委吗？没有，你真的仔细看他有切。可是罢绿委，请问民众党今天才开始喊罢绿委吗？没有吧？他很早就喊了，而且他还跑去板桥。那时候大家不在讨论说，那人家在板桥，叶元之那在板东，你们就硬要在板桥火车站那边搞一个板西的，你们也就跟人家 PK， 还在比人数。那就请问一句，如果今天民众党说要罢绿委的这一块，那你说2-3个月前的事情呢？在当地，请问民众党给了你这个罢绿委多少的帮助？你如果从现实的实质上数字来看是没有的国民党居然还一大堆人现在在抱着，就是说一个期待，就是说好吧，那我们就希望能够让白的力量进来，能够挺住我们，能够挺住我。我实在不太懂就是说你从过去的整个迹象上面来看，民众党根本没有投入任何的人力在挺蓝跟罢绿的部分。如果罢绿，因为黄国昌是最早喊这件事情结果你看你们罢绿的那一块，请问你们自己收的联署书，居然到现在还在忙议员。我讲一句比较这个替议员抱屈的话，我们也不是只会考试国民党嘛就是说国民党的蓝委的那一些的表现跟他的言论，其实现在所有的压力是在议员的身上。包含到我们刚才在讨论说，因为博弈是比较幸运一点他那个区里面没有那个绿营的那一些嘛你今天居然到最后会发现到所有的 KPI 的值是压到了议员的身上。那我就问
那请问你们在其他地方的人，你们给了什么？蓝委突然在这个阶段里面是所有不用负责任哦。议员的层级是每一个不同区的都要跨区去帮别人搞。请问我就讲一件事情嘛，对这些所谓的议员来讲，你为什么大家不想动？为什么大家不想动？因为干他什么事情啊？可是所有全部被他回来扛了。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非常纳闷啊。朱立伦曾经喊过一句话，他那天接受那个平面媒体专访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蓝白合作。可是刚刚博弈那一句话，他讲得很清楚，你要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谁要想清楚？朱立伦，你要想清楚啊！你今天这样搞下来，你现在只是地方的组织不 OK 哦。你如果再用这种所谓合作的方式，你会不会连议员的席次，连你县市首长的席次，民众党是傻子吗？你会不会连议员的席次，连你县市首长的席次，民众党是傻子吗？可是任俊，这个是人性面临到最艰难的地方。博弈他们也很清楚，白营一定也希望借着这一波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包括地方的实力，包括你刚刚讲说他空战打了半天，他也没有花人力，也没有花什么。可是你看，他也讲我以后未来的场子，所有的国政说明会、蓝委都可以上来，都可以什么，也就是所有的蓝营的支持者，你也看到。我释出了这么大的一些善意，那对于刚才博弈讲的是，我相信是那31个要面临罢免的那个蓝委的心情，多来一票都是援军啊！我当然这时候巴不得就是这个样，那个是最现实的状况，知道吗？但是那个现实后面叫做算计嘛。你刚特别也提了啊，他去办国政说明会，对啊，然后希望蓝委去，那是谁的场子？是蓝委跑去蹭白营的场子啊！我刚刚特别讲嘛，白营什么时候跑去蓝委的场子里面，去跟他讲说，我们集全力来挺你。OK， 因为国民党现在真的要面对的不是罢绿啊，罢绿那一块玩到今天为止，谁还要继续玩？我讲实话啦，当那个什么背股那些奇奇怪怪的跑出来的时候，我就讲国民党那些议员，今天是因为被逼的时候期限到了要出去。结果你还要被人家点名说，你那个谁没交，谁没交？我问你啦，对议员来讲，他能看吗？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真的好，刚才讲到国民党要罢绿委的这一部分，那如果国民党在防这31席的所有的过程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关你是2件事，第一个。好，你听过元末明初有月饼里面要加字条，我不晓得现在民进党是不是在端午节粽子里面要加什么东西？媒体上说，民进党中央党部在端午节前夕，透过紧急电话对绿营党公职下令全面作战令，要求地方民代协助罢团寻找看饭店、陆战扫街。然后民进党协助的部分，罢团说其实他们不太清楚，民进党有没有正式在粽子里面，然后告诉大家夹一个字条。端午开始全面去帮罢团，这是一个。第二个，媒体上说，因为31席，那民进党的主力为了要让过程当中，大家不都说会有冷却期吗？为了不让冷却要保温，所以傅崐萁是你们重中之重。卯足了全力就是要打这一局，是吗？武哥，我这样讲哦，就是那个新闻出来，就是说，在端午节，对，很多民进党的党公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对，我看到新闻，我一度紧张了一下，我是被开除党籍，因为我没有接到。后来我那个你有没有回头问一下？你现在是边缘人？我回去问，后来发现松了一口气，不是，你们各自压力不同。因为我所在的立委选区不是罢区所以第一个小弟还是民进党籍哦，而且你还是发言人，是。是中执委要发言的民进党议员都结果你没接到，没接到，对，那确定。后来我去问，就是说，那你实际上接到那几个是罢区，就是议员的选区立委是国民党的，确实有接到电话。OK， 那接到电话大概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我们从头到尾方向都没变，我们就是协助，只是我们具体的跟这些议员有讨论说协助的方向。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具体的，我们议员能够帮什么忙？现阶段下去之后，2阶假如过了。在3阶的前面宣传很重要。那我们手上有个东西是罢免团体跟公民手上没有的，我们每个民意代表手上都很多看板了。我们选举的看板，我们支持者的看板。那我们希望说，那我们怎么帮忙他们宣传？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看板给捐出来。那给这些公民团体来做使用。我觉得这个是很具体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接下去他们的陆战。比方说，我们有熟悉的市场，熟悉的邻里，那我们就跟这些罢团，我们协助他们进到这个巷弄里面去。所以，我们先讲，你们会陪着他们一起去，对，一起去，对。所以，大概的这个大方针就是，我们的定位上面还是协助。来继续。定
会上面还是协助，那主体还是公民跟罢免团体，只是我们协助的细节，更细了。OK， 讲白是这样，这第一点。第二个我知道大家想问的，尤其5哥想问说，我们的首2是不是傅昆萁了哦？媒体上讲，对，媒体上讲，但我先不讲说首2是不是傅昆萁，可是傅昆萁的成败，我觉得确实会影响这一次整个大罢免，公民们之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成败，我觉得一定会，因为回到源头嘛，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这个指挥的人就是傅昆萁总召。那这个压力，我相信傅昆萁有感受到，所以最近有很多事情有出现了哦。首先第一个，傅昆萁最近开始去送车，开始去扫市场。我先讲这2点，你们都觉得很正常啊。冠廷你也会去扫市场，博弈你也会扫市场，于将军你也会站路口，可不一样。傅昆萁在花莲的地位，他是当过县长的。那个是很重的，我不是讲身材，我是讲政治的氛围跟政治的那个政治的厚度。你能想象那个状况，大概就是我们新北侯友宜突然去送车，蒋万安突然去站路口，然后张善政突然去扫市场，就这个是非选举年不会干的事。第一点，第二点，傅昆萁最近的看板瞬间全部起来了。那我分析一下傅昆萁以前的做法，傅昆萁过去几十年选举在花莲的选法看板的战略就是一招，这个也值得大家参考咯。他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永远都只有一个口号。比方说，最近一次它就是决战抒花改，就是一个。然后所以你就看到铺天盖地所有花莲的看板，全部是决战抒花改。过去上决战抒花改上面的看板，现在很多都被换上，请投下不同意罢免票。所以傅昆萁要不要花钱？要，要不要很多钱？要，制作也要钱。有一些看板有人捐的没错，有一些是要花钱的，所以整个下上去。第三个。傅昆萁最近被发现说，他身边陪他的人，除了党工以外，他的助理以外，多了一种穿着某妇女协会的背心。结果奇怪的地方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妇女协会外流的一个工作人员的造册的一个表格。有趣的地方是，这一个招募某妇女协会的团体的联络人是一个戴姓的专员，我孤影其名把他做马赛克，留了一支手机号码，我也把他做马赛克。但巧合的是。这个戴姓专员跟手机号码跟罢免陈莹跟伍丽华的联络人同一个人，我会把他那个手机号码遮一下 ，OK， 因为全部都一模一样，所以你搞到罢免陈莹、伍丽华的联络人跟帮你招募志工的同一组人，我认为这个是国民党的系统全力用下去。再来最后一点我要讲，傅昆萁在花莲最重要不是他个人，是他跟他太太的这个体制，太太在当县长，傅昆萁在当立委。而过去这几年的时间，他们永远同进同出，2个人的照片一起出现，那个威力是加成的。可是居然这2天被发现，徐正惠跟傅昆萁一起出席鲤鱼潭的端午龙舟竞赛活动，居然徐正惠在他的社群平台贴文的照片，隔壁的傅昆萁被徐正惠裁掉了，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傅昆萁在哪里？这是徐正惠对不对？傅昆萁在这里，旁边这里。被裁掉了，他的衬衫。这里傅昆萁在哪里？徐正惠在这里，傅昆萁在这里。我看他的侧脸。你说每一张都刚好是裁掉他，就这一次的贴文。这个不是巧合。县市首长的贴文照片一定是上传前跟县长、市长本人对过，说，市长拍这几张可不可以？县长这几张可不可以？而他们会特别挑，或者甚至是故意去裁掉傅昆萁。我不会去怀疑说他们2个是不是夫妻感情，但以前有前例嘛，有离婚过。但无论他们2个感情怎么样，但是这是政治决策，就是徐正惠现在不认为把傅昆萁跟他放在一起对2个人加分。你想徐正惠会不会是之前跟傅昆萁2个人一起同进同出的照片，马上被大家提醒，应该扒掉傅昆萁，所以代表徐正惠的策略也在做改变，这个是对花莲来讲不可思议的事情。OK， 将军最近。每一个地方当然都会有各自的乡野传说。最近老是大家有人喜欢谈花莲的一些鬼故事，是真的有鬼故事，还真的有抓鬼吗？还真的有抓到鬼吗？他说抓到4只啊，我不知道怎么算呢。对，我不晓得怎么算，因为我们军中有很多鬼故事。对啊，那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不是喜欢讲军中鬼故事？我讲很多，讲了4、5年了。对啊，从来没有说抓到1只鬼，那全连游街示众嘛，这不可能嘛。所以我讲国民党现在整个反罢免出了很多状况，从北边缘南低端、中福寿、东抓鬼，你看这每个地方都有特色，每个地方都有特色。那我要讲其实这个文化局这位局长，他应该是徐正惠县长或是傅昆萁，赋予他这种权利。
你否则有一个官员在你的县府里面在讲这种鬼的事，而且是把它化为具体行动哦。文化局，我跟你讲，我闹鬼啊，我局长找人来抓鬼，这我内行，对不对？这个抓完之后，做完法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安心上班。这表示什么？这是一种锦江式的领导，就是我可以抓鬼，表示我看得到鬼。哪个部属不乖说，哎，康仁俊，你后面2只哦，小心哦，你最好乖一点。哎，你会怕哎，你真的会怕哎，没有开玩笑的，没有了。我跟你讲，这是一种他刚跑过去哦，这是一种透过鬼神来强化他领导统一的方式，这不妥啦。这种方式哈，你被拆穿了西洋镜，你会崩溃哎。那你说没有文化局，因为他是局长，所以没差。我告诉你，吉安分局花莲的吉安分局。几任的分局长前途都平调，或者是这个降调，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好的下场。然后说，我告诉你，你们这棵树有问题，把它围起来，把那棵树围起来，还弄香。各位，你想想看，这是什么世界啊？你怎么会有一个县长，你允许你的文化局长可以在你这个县区里面，这叫胡作非为那这些警察，你说这些小警察听了，一种会害怕。一种说，哎呦，原来是这样子啊，这棵树原来是树精啊，围起来就好。另外一种会嗤之以鼻，天哪，县长你也信啊？那这又是谁？是县长包庇的，不然他不敢这么嚣张。而且呢，还一张照片做好几次核销捷报。那个塞工在做法的时候，左边照、右边照、上面照、下面照，照完之后是分不同场次去捷报。这个除了透过鬼神来做领导统一之外，这还有贪污之嫌嘛？所以你说为什么现在徐榛蔚出席，慢慢跟傅昆萁他们是同框，但是没有把它 po 在一起，就是因为2个人都出状况。本来只有傅昆萁，大家记得过年的时候，有人傅昆萁跟徐榛蔚一起在发福袋，旁边有人经过就跟徐榛蔚讲：“你做的比他好。”大家记得这个画面吗？指的徐榛蔚说：“你做的比他好。”所以当时徐榛蔚的这个形象是可以帮傅昆萁加一点分的。可是现在因为徐榛蔚出了这一位所谓的鬼神局长以后，神鬼局长之后，徐榛蔚不见得会帮傅昆萁加分。所以我认为徐榛蔚跟傅昆萁切割开那个，应该是傅昆萁希望这样做的。因为当你的另一半县长帮你是扣分的，那干脆我们分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傅昆萁其实傅昆萁是不断在进化哦。大家可以看傅昆萁，他上个礼拜他在做这个反罢免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带一大堆人，穿的各种不同的背心，有志工的，有他的有党部的，也有傅昆萁的这些特助的。进去之后，大家发现反应不好，人太多，人民不敢亲近，他立刻改嘞。他现在去扫市场，身边只有2个人，只带2个人。他应该就像我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林佩长？哎，对，一个人。为什么站在市场就一个人？对，我就讲他不可能。以他们的家世，不可能一个人拿个牌子从家里面走到那个市场，没错。所以那一定就是要是说，因为当初谢国梁确实也是一个人，对啊，老百姓总是会看得到，会觉得，哎呦，人家就这样被你们就塑造这种被欺负的感觉嘛。对，所以林佩祥跟谢国梁可以这样做。傅昆萁，我相信他也想一个人站，可他会怕。20多年来哦，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你不满意啦，所以他会怕，所以他带2个已经是很少了，已经很少了。所以我说，在地方现在国民党困难的地方，这个反罢免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我说地方跟立院2个做法不能一样。他在地方要尽量低姿态，就像林佩祥这种做法一样啊，我不讲话，你要呛我就跟你说谢谢。这是一个低姿态。第2个要怎么样？要柔软，身段要越柔软，就是人家呛你啊，你谢谢，千万不能像叶元之这样说，哎呦好害怕，不能这样，这是不对的哈。第3个要任凭攻击。你看林佩祥站在路边，人家说哎差你1票罢免你，哎他也不讲话，谢谢。第4个要什么？要变成弱势的一方，让他觉得我很弱，我在地方我很可怜，然后争取同情心，降低仇恨值，这样做看起来可以做对。可是你在立法院就不行。你在立法院不能这样子哦，你在立法院，你原来多硬，原来多强，你就要多强，否则人家会跟你讲说，你看罢免治百病，所以国民党难在这里啊。不过刚刚讲说罢免治百病，第一个这个词，对了，听起来当然不舒服，可是最近出现了很多，包括你说预算的解冻啦，或者什么，就让绿营一直不断拿这些出来讲这些。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当然对国民党来说，每一区都不能少，都不能丢。可是毕竟，像傅昆萁总召那个时候在过程当中，那一直有讲，如果要一个总召被拔掉，
那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啊。可是对你们来说，国民党帮得上花莲总召这一席吗？其实我觉得啦，一开始整个大罢免在蓝营的布局出问题之后，后面就变得很复杂了。对，你要怎么样再重新校正回归回来，就变得真的很复杂。你说傅昆萁总召，我拔掉他总召，其他蓝我就得救吗？我觉得绝对不会。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就像蓝营一直骂柯建铭总召，你觉得把柯建铭总召拔掉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会有不一样，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个人觉得，当然不要说是蓝绿对决了。但是我觉得已经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选战在打了。你们恐怕应该是要塑造的就是蓝绿对决。我希望能够不要，但是我不敢讲，真的看起来会走可能会吧，因为毕竟到后期你必须要有个主轴，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出来，就算他不喜欢这个立法委员，但他为了一个目标愿意出来投票嘛。但是我老讲这种做法其实不会是好的做法啦。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出来，就算他不喜欢这个立法委员，但他为了一个目标愿意出来投票嘛。但是我老讲这种做法其实不会是好的做法啦，这也是如果真的做了也是被迫的。所以你说现在国民党的问题，我觉得真的非常多啦。你说包括你说联署2阶到底什么状况，然后党中央跟地方上的一些联系，包括了某一些委员的发言，到底是不是当？我的逻辑跟我的想法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仁俊哥报告了，就是因为没有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每个立法委员他会根据他自己的状况，他们现在的想法会不会？他们现在想法会不会这样？反正我已经过了2阶了，就对啊。我现在就不，因为有一些词大家听起来会说你干嘛讲这么刺激的一些话，可是对他们来说，仁俊好像也在节目讲过，他的话是只讲给我支持者听的，我只是要把我的支持者那个好了，你说仇恨值也好，那个热情也好，全部激到最高。我干嘛要管你们大家听起来舒不舒服啊？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我讲一个现实的啦，选举，尤其是1对1的选举，什么最重要？基本盘非常重要。对一个基本盘大的选区，我的做法就是我把我人抠出来就好了。我怎么样能够激励我的支持者冲出来投票，我就赢了啦。所以你说这些委员的个别的讲法有没有错？我不敢说对或错，因为对他选举而言，也许是真的有帮助。但是其他的选区就不一定了。对，你说原来选票就很相近的，或者是之前4月沙卡图情况下才当选的，所以现在国民党状况真的非常多。但是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状况？我个人当然还是认为党中央必须要有态度，而且要有强硬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要不然你说持续的往下走，然后党中央又没有很明确的态度，就会持续造成各个立法委员会根据他自己不同的选区而有不同的发言的状况，会持续发生啦。而这种状况到最后到底是谁得利，到底是谁受伤？我说真的，已经越到后面越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了。所以怎么样在趁早的，目前应该是2阶段，我觉得目前状况查不了太多的情况之下，距离3阶段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怎么样定调？我觉得会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定调了，所有党公职才知道该怎么样齐步往前走了。那齐步往前走，我觉得才能够在现在这么不利的局势之下，打出一场漂亮的逆转胜。我觉得党中央跟地方上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慧珍现在看起来的话，有一些地方上的俄语，搞不好在这次选战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3阶刚才讲3+5，对，我不知道那3+5为什么弄一个3+5，因为那对国民党来讲，真的会是好事吗？那不会有一点松懈的心防吗？好，那你再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刚讲地方上的俄语，譬如大家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巧青那一区、松信那一区原来不是牢不可破的，对，因为它也被列在3+5那个里头嘛，对。当你被列在那个里头，而如果要是3阶，最怕的就是因为3阶如果被罢掉，就是4阶，对，4阶是补选，对。很早以前不是大家都在讲，哎呀，反正接下来那个废委员也不错啊，这些词对小青来讲，大概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些而已吧。那最近我们的年代的记者好像也有堵到那个费鸿泰委员，然后你问他，他就跟你讲天气不错。对，这些反而是国民党的很多委员那种俄语是最担心的吧？
是，而且我觉得呢，有时候你看已经31-0了嘛，所以照理说31个立法委员，你们同样，我们比如说我们就31个，我们都面临到同样的状况，那我们应该自己赶快去自救嘛，哈，看起来党中央也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是好歹自己自救嘛。就这时候范老师突然把姚慧珍给推出去前面说，哎呀，姚慧珍如果被罢掉，我们这个党我们就完蛋啦，我们我不会那么坏心啊，哦对对，我心存善念，对，你就自己默默跑走，他不会把你推到前面，对，他会自己往后退，对，然后就讲姚慧珍一个人强出头啊，对啊，就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以前坐他旁边啊，我已经被他欺负成这样，现在终于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莫名其妙就出现同样的状况，你怎么会觉得？因为罗志强他竟然就直接在那个相关反霸场合里面反恶霸台湾战车，对，然后他就直接这样讲，他就讲到说这个徐巧芯是在野党最坚强的新生代的战力啊，若被罢免成功，将重挫在野党阵营啊，所以呢，首战就是要把徐巧芯加油啊，代表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众所瞩目的滩头跑。那当然，你如果是对自己人来讲说，我们大家齐力来保护徐巧芯，但是你看在敌营来讲，所以我们只要把徐巧芯给打下来，这个滩头就打下来了，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徐巧芯就变成标的了嘛，然后人家徐巧芯讲说，我已经拍在头开就过了，你没事把我就是好像一个 spotlight 把我点上，然后大家看所有的瞩目焦点在我身上一样。那这个到底是就抓把郎戏，还是我还为雷猴啊？我是为你好，是哪一个不知道？不是啊，这是选举话术，要不然讲什么？要讲什么？他完全没问题，他 OK 没问题，放下去吧。就讲说顾自己就好了，顾自己。因为他就帮他站台了，这个到他的选区去，他自己也面临被罢免，为什么他有？那小强可以考量了，只是说到某一个区，这是。总是要讲他的重要性，总是要讲这个话嘛。对，你们讲说我们大家同样面临到这样的压力，所以希望相亲站出来嘛，就不可以这样，应该是这样吧？怎么会变成都是他？他是赞美他，他觉得他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了。我觉得他这是赞美的意思啊。当然会不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不敢说，但绝对没有恶意啦。而且你知道这一定就是不同解读，对啊，不同的解读嘛。那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像罢免成功的2个要件，一个是要过25%，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你的多一票，对，要多1票嘛。那现在就搞不好，如果说徐巧芯他就在22、23左右，因为你这样冲出那2个就过去，就过了25啊。我如果是徐巧芯，我心想说，你鸡巴洗，对不对？你到底是帮我你要帮一个人开刀之前，你要先麻醉，没有，他就直接给你捅一刀啊，你就然后捅一刀之后，你就说，我是在帮你。所以这个你有问过徐巧芯他的意思吗？会有不同的解读啦。但是我是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问题的情况假设大家讲说31-0，大家都说啊，那就过了0就算。我跟你讲，这个0的意义超大的。这个0代表什么意思？这个0代表着你竟然没有办法叫出任何一个人来响应你们的活动，而你自己本身事实上你们拥有的选票，不是刚刚讲他得票率30几%吗？竟然叫不出可以任何一个过关的。我觉得这个数字代表着你们一开始所喊出来的反恶霸、以霸制霸，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中间选民，甚至你们自己基本盘的支持。因为那时候选举就任俊刚讲，那有30几%是支持国民党的。对啊，你只要叫出10%，34.58%。对啊，对啊，既然完全都没有办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要小看31-0的这件事。我觉得31-0的这件事是代表原本是支持你们的人，他们也不愿意站出来。然后你现在31个都已经进入到2阶嘛，然后还在审啊，即将要3阶啦。那我们就用15，就是砍一半好了啦，就用15个来讲。如果这个31-0，这个0的都没有办法，10%都没有办法喊得出来。你现在要进入2阶，你希望这些人可以站出来，然后帮你赢过，就是这个人家有坚强信念要把你们罢掉的这一些所谓的公民团体，或者是这个政治倾向比较偏绿的人，我觉得这难度很高但当然啦，你把它罢掉，这些蓝的不一定代表补选就是绿，所以才会有人觉得心情很好，天气也很好嘛。没有这个，我觉得不是，那是客气讲法，好不好？我也没有说是他，只有他讲天气很好而已嘛，谁讲？对，他跟我说最近天气不错啊，你看，是啊 ，OK， 就不用太那么。我不要过度解读，对不起，就有点那个
好像看起来我吓到一日被蛇咬，10日对，就有点吓到。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刚才是预估这礼拜会下大雨，我没有说天气很好，好不好？而且我不会问 A 答 B 啊，我是完全针对。你看，范老师那故人怨调皮鬼，有个鬼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哦，这个蓝营确实他们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很多人可能会被罢掉哦。那为什么讲到3+5？我跟你讲，这个狠了，放话的人狠了，放话的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冲着朱立伦来的，因为他说如果罢掉3席哦，我们观望，然后这3席里面点名的是涂全集嘛，哈，然后叶元之、涂全集，还有一个黄建斌，对，那我就觉得，所以的意思就是说，这3席你们被罢掉，黑席你自己这边来，就说不能怪党就对了哈，是你们自己做不好，这3席这意思。那+5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加到5席的话，那就代表着党很有问题哦，你党中央没有办法把这另外5席给保下来哦。然后呢，他就讲到就是说，简单讲啦，如果我们被罢掉6席的话，蓝加白就已经是输了绿就是过，如果又补选以后，如果掉6席，就变成是民党是国会过半嘛，对，就是过半党，所以这个时间点意思就是说，你党主席可是就要负责任哦。这个话如果讲出来，我跟你讲，我如果是罢免团体，我就讲说，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朱立伦，因为就变成你朱立伦，你连你自己蓝营内部的人，让你下台，你就下台啦。蓝营内部下很多人是等着朱立伦下台，但是朱立伦已经讲出来了嘛，矮的人也可以赔嘛。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敢讲说我矮？因为你现在这一台已经弄成整锅都是屎了嘛，所以要接的人要自接。可是如果这一次罢免出来结果真的是3+5，真的都过的话，倒朱的力量就会出来。OK， 但范老师，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势必这一仗已经到生死存亡一战。那对他们来说，不要忘了，他们在全国所有的县市里面，有14个县市是国民党执政，6都里面有4都，而这次主要战场都在都会区。所以现在媒体上已经出现有国民党的人疾呼的就是这些县市首长个别单打独斗，那委员单打独斗是一回事，区域联防吧。尤其是县市首长架着一层网，然后一个县市首长再加上其他，譬如台北蒋万安跟立委跟议员联手，这是立体上下的层级，然后接下来跟新北之间的联手，那就是横跨。也就是说，打一个集体的区域联防战，对他们来说就一个都不能丢的概念。我先谈一下那个罗志强在称赞徐巧芯啊，说他是对抗民进党的悍将。这叫从中国来讲，就叫什么低级红啊？你表面上给他戴高帽子，那实际上是害他了。我先谈一下那个罗志强在称赞徐巧芯啊，说他是对抗民进党的悍将。这叫从中国来讲，就叫什么低级红啊？你表面上给他戴高帽子，那实际上是害他了。所以我觉得罗志强到底他的居心何在，我不晓得。但是徐巧芯，那博弈刚刚讲，那你叫罗志强，那徐巧芯讲什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啊！上周我们2个人说，我一个都不能熟悉啊！今天我不讲话，好像我就默认了，完全不能放空。他应该继续，不好意思，他应该是跟说我要跟徐巧芯共赴档案，我跟他绑在一起，生死存亡啊，这样才有够义气嘛。所以刚才那个小武哥讲了。这就是国民党现在应该要做的事，就是开一个党务会议啊，如何因应大罢免，对不对？地方首长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蒋万安你就应该跟徐巧芯、王宏威啊、李彦秀你们绑在一起，照片放在一起嘛。罢免这个捍卫啊，蒋万安就是捍卫徐巧芯，或者捍卫徐巧芯就捍卫蒋万安，对，就要这样子嘛，生死存亡啊，大家绑在一起。那侯友宜也一样啊。但是他可能不太愿意跟叶元之绑啊，因为叶元之被罢的机会很大嘛，而且叶元之是排在3里面的。是啊，对。所以变成说，大家现在是地方首长，我认为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到时候我绑在一起，真的被罢掉，我也连带的扯下去啦。我也跟着这个铁达尼号下去咯。就为什么你看？可是他不绑，难道就不会跟着铁达尼号下去？起码保持距离。所以你看现在卢秀燕卢秀燕，我们说的是卢家3子卢秀燕还不认他有帮什么黄建豪、廖伟翔站台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刘屯英伟跑去找黄国昌？因为妈妈不要我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上面的地方首长好，那下面的议员呢，更是各怀鬼胎。你说
如果说徐小青被罢掉，谁有可能代表选这一局国民党里面？秦慧珠啊，秦慧珠，你看他跟徐小青的关系若即若离啊，还有费鸿泰啊，哪有天气本来就很好，你还说天气很好，就是故意索要而言他。你可以讲话，天气很好，那怎么办？不是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天气就很好，天气很好，那不说天气很好，说天气下雨吗？对，虽然你可以讲别的，交通顺畅，这个可以。OK，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就是没有上下没有一心嘛。你看光民进党光吴沛忆，现那个议员也有去支持，对不对？各个立委到去站台嘛，帮他嘛，这才是一个全党有一个够重大的战略嘛。所以民进党现在已经有战略了嘛，就我们还是维持一个跟民团站在背后支援的角色，我们没有站出第一线哦。那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那我觉得这个5+3这个名单呢，应该是比较友善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卢秀燕卢妈的人放的啦，因为他的前3个人里面，桃园是涂玄吉，新北叶元之，朱立伦是当过桃园市长，也当过新北市长，结果第3名2个名都是归你管哦，然后后面5个也一样，桃园有牛许婷，对不对？也是，然后这8个名单里面只有一个台中市，就是罗廷伟，表示台中好像还比较稳哦，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单看起来，就是放出这个消息出来，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当然是警告国民党，但是背后有这个权力的斗争。那我觉得今年的7月底，如果罢出来结果的时候，整个国内政治会有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我抱歉，3+5，我不晓得谁放的，我也不知道真的或假的。但是那个3，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当时的选票考量分析出来的，因为这3个要么就当时选了。很少，或者是沙卡都赢的，对，不是说涂全吉是赢的最少的第一名，叶元之是第2名，对，然后黄建斌呢，沙卡都他在30几%，他在30几%，对，所以这3个我觉得是选举选票考量，不是说哪一个人或者是感情因素。那当然，你进入后面那5个，就比较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那个情恨、爱恨交仇，我不敢说，但是那个3，我相信是选举考量。我先简单补充，就不要中国民党的计。我跟你讲，国民党已经变好几次喽，上周2+4。6席，这周3+5 8席，有台传出一个新闻说，哎呦，罢团说躺着就有15席。我跟你讲啊，每一席都很难的，每一席都很难的，只要最后没有出来投票都很难。国民党现在放在松懈罢团，大家不要中计。好，可是这整个如果你如果再往下看的话，未来啦，因为接下来呢到这个礼拜，那包括国民党如果要是罢，包括吴沛吴思瑶那些，就可以知道到底会不会过啦，或什么这些。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国内的政治氛围一直在变，那个氛围是。不管是执政的、在野的，发生所有事情，一定对于大家来讲，都那个感受会不会都影响到大罢免氛围？譬如说，博弈，监察院秘书长，李俊请辞了，对，就是因为那个公务车啊、带狗狗美容所有这些，那个请辞，对于你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于未来包括国内在罢免的氛围，因为那时候讲到预算嘛，我看到国民党一直在讲，预算不是说没钱吗？然后你们还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因为他请辞这整件事情过了吗？我老讲。不会因为他的请辞而过，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法院，已经他自己在处理北检对，他自己在处理到底有没有所谓贪渎或者等等的问题了。其实我老实说了，监察院的状况，因为毕竟我不监察，我也不敢说，但很明确的，至少从新闻上看到，他从112年民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改变了所谓公务车跟所谓的首长用车已经分开来了。他自己在处理北检对，他自己在处理到底有没有所谓贪渎或者等等的问题了。其实我老实说了，监察院的状况，因为毕竟我不监察，我也不敢说，但很明确的，至少从新闻上看到，他从112年民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改变了所谓公务车跟所谓的首长用车已经分开来了。所以在分开来的情况之下，那监委他们到底使用车的逻辑，还是跟以前的当做专用车来使用，还是用公务车的情况来使用？感觉起来好像混淆了。而当混淆的情况，不是单纯的我辞职就没有事，这恐怕有法律的责任呐。因为要知道，如果它不是首长用车，它是属于所谓的公务车的话，应该要所谓派车单吧？那派车单上面到底要不要写事由？对，要不要写事由？我不知道。如果需要写事由，而他们的事由跟他们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话，恐怕又出还有伪造文书的问题，这非常严重啊！但是很明显的，因为监察院长目前请病假当中，副院长李副院长他的说是他不晓得改变了
这个规定了，他不知道。他今天开记者会讲，他原来已经从所谓的首长用车改成了所谓公务车，他不清楚。但是这种讲法，我老实说，民众能够贴得下去吗？尤其是监察院这么多事情爆发出来之后，针对这公务车的事情，没有一个监察委员敢自己说来调查事件呢。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无法调查。这话讲出来，老实讲，对民众而言一定会有一种不好的影响。对大罢免的氛围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老实讲啦。对大罢免的氛围，我觉得影响不大了，因为对于民党现在态度很单纯嘛。我老实说了，有问题他们一定砍掉了，这不用什么好讲的。但对于蓝营的讨论一些方向的话，我觉得是该要追的继续追，不管是不是为了罢免，而是到底监察院这些做法是不是有符合民众的期待以及法律的规定，我觉得才是身为立法委员他必须要追的态度以及他的职责所在。来，关婷，因为监察院国人对他的标准会比较高，是确定的。因为监察委员跟监察院整个机构无论是你去监督什么政治现金、监督公务员，就你的道德标准会比较高。那李俊毅这事情，说实话也没什么好讲了，就是道歉、认错、下台嘛。这3件事情都做到了。那今天我很谢谢李副院长其实有出来还李俊毅秘书长一个公道了，因为这几天还是一直有人在传说李俊毅是不是眷恋这个位置没有在第一时间请辞。今天李副院长很明确讲，第一时间。那个李俊毅其实就请辞，那是因为他希望他把这个制度更确立好再离开。我觉得这也是还秘书长，就是说至少他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做错了之后，其实就一个政务官的风骨就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一样标准就是说这个事情当然蓝营有一度想要炒作，但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蛮佩服博弈的啦。就这个事情哪会跟大罢免有什么关系？就你这个监察院的秘书长有没有犯错，有没有该下台一件事。立委们，你是不是犯错？立委呢，你称不正直，该不该下台是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2件事。因为蓝营这几天，冠廷一定有注意到，蓝营有一些委员、立法委员一直不断在讲说，对啊，预算啊，你们大家不是都说没钱的吗？连油钱都没有了，你看还可以带狗狗，就是他们会把这个跟因为大罢免预算一定是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嘛，所以他们就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用这个东西去讲成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不用去讲监察院，这个依法办理就好。我觉得真的可以牵扯的是改中正路啦，这个还叫意识形态很严重啊，对啊，如果没有钱了，监察院都没有办法买卫生纸了，你内政部有钱去说改中正路，而且还补助10万而已。我觉得这才叫笑话，所以我说监察院的事情，我觉得依法办理，照规定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监察委员也拿出你自己的态度来，不要说不敢去审查你自己，拜托你看一下该怎么做。我觉得给民众一个榜样跟态度，我觉得才是监察委员应该要展现出来的气度跟高度。来，慧珍连那个改路名都跟罢免这些会有关系？我觉得会耶，这个时间点，你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不这被冲上。那你说改路名，那你台北市有中正区、中山区的嘞，那全部改，那中正国中，对啊，那个改了，其实真的那个工程非常浩大。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不需要去做这件事。反而最近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 COVID 感觉上有一波又来，对，好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要把一些去注意到老百姓原本的生活真的会哪些受到影响，不要就是说好像人家会说你去改路名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政治的意义比较大，跟人民一般只会增加更多麻烦。好，30秒，2件事，改路名没有这么罪大恶极啦。蒋介石来台湾改了成千上万条路名跟区名跟镇名这是就是反正就这样，但是反正这样。轻松跟讲过去了吧？但是就没有这么穷凶恶极。但是不是现在优先要做事情？我觉得社会有讨论啦。因为老实讲，内政部以他的角色，他当然会有一些对地方政府的期待嘛。可是这最后其实执行是地方政府执行啦。我认为现阶段不会有人硬去推这个。OK， 整个大罢免看起来的话，那会不会注定就已经是国民党要罢绿委的部分，真的就是挂零了吗？那但是对于如果国民党自己要面临罢免这些委员，国民党会用什么一些方式？整个社会未来氛围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